先说结论 ，GP68HX 是截至6月1日视频发布为止13000元档最值得购买的笔电之一，也是4080显卡机型里最均衡的机型之一，完全值得选购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香牛奶咪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年的618还未正式开始，但笔电市场已经是腥风血雨了。从最低的3000元价位上到2万元档，各个厂商都已经杀红了眼，跳过了各种堑壕堆垒的繁文缛节，直接进入了贴身肉搏的环节。各个段位、各个品类的产品低价都层出不穷，老产品的跳水和新产品的背刺比比皆是。而今天视频的主角微星 GP68HX 便是跳水星发挥祖传技能，微波炉里热一热又端上来了一盘硬菜。我究竟为什么会给它如此高的评价？其对比 GE 系列又有哪些程度的阉割？看完本期视频，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。照例展示一下机器的基本配置，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暂停或截图查看。首先是外观外设部分，虽然此前已经开箱过了 GE78，微星今年设计和做工的大幅度进步，我已经体验过了，但是 GP68HX 开箱还是颇为惊艳。渲染图上是一个比较沉闷的黑色，但是实际上机身通体为很雅致的深灰，甚至对比 GE 系列黑红金的配色，我个人其实更加喜欢这一个纯粹的黑色。拿在手里放在面前，品质感真的非常足。AC 面为金属喷砂，手感细腻，表面工艺处理比上代进步很明显，沾染指纹的现象有不小的改善。尾部和地面为塑料材质，但是得益于良好的处理，并没有出现 AC 面割裂的廉价感。同时整机并非是简单的 GE 换色，而是使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设计，比起 GE 那种雍容要显得更加简洁清爽。地面蓝色和灰色的搭配设计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唯一一点小问题是和 C 面接缝处合膜线有些割手。 A 面没有拿到 GE 的 RGB 龙盾，不过也并不难看，尾部为斜切的条纹设计，中部是抽象的 M 字样。今年的微星不仅在 GE 上改到了铝鳍片的祖宗之法，还原封不动把这个升级下放到了 GPHX 系列上，隔着出风口就可以看到内部的铜鳍片。转轴则是改为了立轴设计，彻底根绝了老款被人诟病的断轴问题，无论是阻尼感还是稳定性调试的都不错。转轴还喷上了变色油墨，不同角度看有不同颜色。机身规格上，由于16:10的屏幕比例，机身整体宽度是比较宽的，正面看上去有些正方形的味道。机身重量2.67千克，属于比较重量级的了。适配器用了新的330瓦，不再是之前那个1.1千克的大板砖了，重量和体积都有所收敛，不过也有983克，总计接近4千克的旅行重量，依旧算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外部接口方面，尾部为方口电源，10G 的全功能 C 以及 HDMI RJ45 接口，左侧为从拯救者那偷来的没有任何用处的雷电4接口，一个高速 SD 读卡器和一个3.5音频口，右侧还有一个10G 的全功能 C 和2个 A 口，其中一个10Gbps，一个5Gbps，C 口还支持了100瓦的 PD 快充，合计3C 2A 的接口数量对于16寸来说确实管饱，同时接口的质量也非常高，雷电100瓦 PD 都没有缺席，位置排布也很合理。就是左侧如果能再多一个 A 口就彻底完美了。外设方面，键盘布局还不错，小键盘和全尺寸方向键虽然尺寸上略小一些，但至少都安排上了。键盘手感也还不错，段落感很清晰，遗憾的是键程上欠缺了一些。同时键帽打油的问题也比较严重，背光为单键 RGB， 亮度其实对比上代有改善，开着灯也能看见了，但距离 Alienware 或者雷蛇那样的顶级背光还是有一定差距。触控板则是完整下放的 GE 系列那一块，面积超大、手感超顺滑的玻璃触控板，无论是点按还是滑动，都是 Windows 游戏本里妥妥的第一梯队。屏幕面的观感还不错，下巴很小，上巴略宽，但是安置了支持物理关闭和 Windows Hello 人脸识别的摄像头，非常好评。屏幕方面 ，GP68 原封不动的继承了 GE68 那一块高素质屏幕，16:10的比例，2560×1600分辨率，240赫兹刷新率，IDA64显示面板来自群创，屏幕实侧色域容积达到了144.8 sRGB、99.8 ARGB 和102.6的 P3，是一块素质很高的广色域屏，亮度数值也非常喜人。实测中心最大亮度达到了足540尼特，不过我手中那台均匀度略差，边角处的偏差接近100尼特，猜测可能是装配问题。同时屏幕漏光也较为严重，目前尚且不清楚是否是我这一台中奖。色域色准方面 ，GP68HX 对比 GE 系列出厂被阉割掉了 MSI True Color 的色域切换以及校准功能，屏幕默认调教为 Display P3，平均1.22，最大4.34的倒退 E 尚且可以接受，不过干码值很偏 ，sRGB 的色准也没法看，呈现出过饱和。然而这个阉割只是完全走个形式，实际上只要到官网下载了一个 GE68 的 MSI True Color 安装之后，就立刻可以完美实现全部的色域切换和校准功能。实测安装之后，切换 sRGB、ARGB、P3 模式的色域覆盖如图，缩线起效良好。此时 sRGB 模式下的 sRGB 色准也来到了平均 Delta E 1.45，最大 Delta E 4.84，但是 P3 的色准反倒比校准前还差了，这一点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所以本次还是制作了7000K 色温的校准文件，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在关注后私信我，输入 GP68HX
校准文件来获取。屏幕控制台里还有 OT 加压功能。整体来说 ，GP68 这块屏幕素质确实非常高，高亮度、高刷、广色域都一应俱全。虽然由于定位的问题，对比 GE 在软件上有所阉割，但实际上根本没锁后门，简单下载安装一下 MSI TrueColor 就可以享受 GE 系列的体验。看完了外观外设部分，我们来看一看机器的性能部分。目前国行发售的 GP68HX 搭载的是上一代的 i9-12900HX， 已经是频道的老朋友了。我出道的第一期笔电测评就是它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叫它 i7-13700HX， 8大核8小核24线程的硬件规格。对比本代旗舰的32框框确实逊色一些，但是依旧不可小觑。落实到 GP68HX 上，26度室温，极致模式电高。四代半爪 R3 单人多核心分数达到了23354分，单核分数也达到了1895分，表现非常不错。10分钟的压力测试也相当稳定，22641分的成绩几乎没有什么衰减。当然，在我的频道里，没有一台微星的游戏本是可以以默认的状态就回去的。在 BIOS 内打开超频开关，关闭 UVP 和 CEP， 使用 XTU 降压之后，这台 GP68HX 的 R3多核心分数达到了25823分，提升了10.6%。虽然对比本代的13900HX、7945HX 之流还是没法看，但是12900K 的底子放在这，搭配上强大散热带来的良好而稳定的效能释放，对于99%的消费者来说都完全够用，甚至过剩了。不过，如果你对于 CPU 有非常重度的需求，频道接下来会有搭载7945HX 的290P 的评测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。显卡方面，则是本代移动端性价比数一数二的4080，台积电5纳米打造，7324的酷打数，12G 的 GDDR6显存，落实到 GP68HX 上。机器在刚刚发布时，显卡的功耗是被锁定在165瓦的，但是经过几轮更新之后，现在买到手的机器已经是175瓦满血释放的了。14 Time Spy 跑分18459分，核心前测试的 M16和象神7 Plus 保持了一致，同时超频的分数也并不落下风，16寸的身板并没有成为其显卡性能释放的障碍。落实到实际游戏里，比 M16这种机器没意思，直接和搭载13980HX、4080的枪神7 Plus 对比，可以看到最吃 CPU 的1080P 下，枪神7 Plus 综合对比 GP68HX 高了10.13%的帧数，但是这个差距主要来自彩虹6号和 CSGO 这样的高帧率电竞网游，其余的游戏中综合差距只有5%左右。14400P 下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。最终综合平均帧数差距9.82%，各自原生的16000P 下差距缩小到9.1%，而在外接 4K 显示器之后，21600P 下平均帧数差距只有8.45%。综合来说，12900HX 作为上代 i9，虽然距离13900HX 这样的新王者差距明显，综合游戏性能落后8%至9%，但是主要差距集中在高帧率电竞网游，3A 大作中的差距基本在5%左右。可以说，对于4080M 这一档显卡来说，暂时还不构成瓶颈。而差别较大的电竞网游当中，由于基础帧数本身就非常高了，差距也是正常人比较难以察觉到的。何况这一套配置要是放桌面端，12900K 配4070，多少还算个高优低显了。接下来是可能部分观众最关注的散热性能部分，26度室温，极致模式电高，单款 FPU。GP68HX 一开始能够达到145瓦左右，维持一段时间之后，受功耗强限制，下降来到130瓦，温度91度，噪音59分贝左右，有些偏吵。双烤则稳定在55加175，合计230瓦功耗，温度非常低，只有76加76度，原因是风扇有些过于激进，达到了60分贝。表面温度上，左侧万托很凉爽，右侧则有些温热。WSAD 键有热感但不烫，键盘中部则热感较为明显。表面温度的控制对上枪神那样第一梯队肯定是差强人意的，但是比至尊版之类烫手级别还是好不少。而机器放平之后，核心温度会双上来到87度，显卡撞墙下降到160瓦左右，高负载使用建议垫高。此外，如果将机器设置在平衡模式，此时的单烤会下降到120瓦，温度维持91度，双烤45加150瓦左右不稳定波动，但是此时的噪音能被压制在50分贝以内。综合来说 ，GP68HX 的散热能力是绝对足够的，但是风扇的曲线调教实在是过于激进了，温度余量流的太多。好在控制台内可以自由调整风扇曲线，实际使用中，个人建议在 MSI Center 里适度拉低风扇转速，温度放宽一些，来换取更好的使用体验。接下来是拆机展示环节，机器拆解也是有一定难度的，主要来源是地包天的地壳设计。首先拧下所有螺丝，接着反过来拆到尾部的装饰条，然后从后部撬开，接着从 USB-A 接口一侧打开，最后再抽离有耳机孔的一侧，因为耳机孔是突出嵌入在地壳内的，如果从这一侧直接强行取下，会造成地壳甚至主板的损坏，机器卡扣非常多，拆解需要格外注意。
打开地壳之后可以看到，散热还是祖传的 GP 不给喷漆，中部3根很粗壮的热管贯穿2个核心，显卡一侧额外还有1根粗热管照顾核心，此外还有2根细热管分别照顾处理器和显卡的外围，合计6热管。散热规模上确实诚意很足，搭配同欺片的效果确实不错。下方内存有屏蔽罩覆盖，打开可以看到一对来自三星的4800赫兹8G 内存，实测内存读写如图。考虑到 Intel 为12900HX 标定的内存频率也就只有4800，这一点倒是不好指摘。左侧是祖传的裸奔南桥，在左侧是2个2280硬盘位，其中一个支持 PCIe 5.0，不过现阶段没有什么意义。预装的是1T 的美光2400，这个盘是2230拉皮，实测读写如图，算是4.0里比较差的，还是 QLC 颗粒。建议到手换别的盘来做系统盘，这个做副盘。网卡部分对比 GE 系列也有所降格，没用上 Q 了。不过 Intel 的 H211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下方是90瓦时电池，比 GE 系列少了9瓦时，70%亮度 ，WiFi 蓝牙全开 ，MSI Center 核显模式、节能模式、Windows 省电模式。实测 PCMark 时，现代办公续航测试成绩居然有6个小时，此前测试的大部分 HX 机型只有3至4个小时，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出人意料了。实际使用的话，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轻办公勉强可以应付，不过终究只是额力压群，有重度续航需求的观众还是建议选购 H 后缀处理器的笔电。两侧是扬声器，虽然对比 GE 有阉割，但是效果依旧非常不错。此处使用 Tascam X8 实录外放与 Y9000P 对比。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华年从此停顿。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。总结部分 ，GP68HX 作为 G168的模具下放，其诚意确实非常足，屏幕、外设、接口、散热等等部分都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下来。RGB、色域切换、内硬这样出于定位的区分，对于核心的使用体验的影响几乎是不痛不痒。外观设计上的改动，甚至都很难说得上是阉割，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体现模具完整下放。高素质的屏幕、优良的做工、出色的外设体验、旗舰级的散热、完整的性能释放、保质保量的外部拓展，在这样的皮囊里还放进了本代性价比最高的4080M，搭配上一代的 i9，最终价格杀到了12999元。除了风扇曲线需要手动调整，以及拆机维护难度较大之外，我实在是很难挑出其他的毛病了。选购建议方面，我知道很多观众会在这一价位其他竞品之间纠结。目前这一价位能够买得到了4080机型，还有雷神 Zero、革命旷世16S 以及惠普蓝影09 Plus。然而这3位里，雷神 Zero 是虽然显卡标致满血，实际上散热一包草，根本压不住了残疾人。散热不过关，从一开始就直接出局做小孩那一桌了。惠普虽然散热没有问题，但祖传的 OGH 迷幻吊柱到现在也没有修明白。真正能够和 GP68 竞争的，就只有革命的旷世16S，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同价格下更高的配置，以及能够搭配外置水冷来实现极低的高负载运行噪音，在固定地点的使用体验上，对 GP68 表现出的是绝对的优势。但是其外观以及质感略逊一筹，本体的风冷散热能力也要差于 GP68，再加上 PD 充电的缺席、60瓦时的 UPS 以及续航吊路的垮塌，其一旦离开了固定地点使用这一场景，立刻就会暴露出短板。可以说 GP68 对比旷世16S 还不能够是完全的上位，奥指侧重点有所不同，但已经能够算得上这一价位最全面、最水桶的机型了。预算在这一区间的观众，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需求，在二者之间选择更贴合自己使用的机型即可。另外，虽然目前12999的价格只有拼多多可以购买，但是几天过后，这个价格就会同步到京东的100亿补贴，大家直接在京东下单也可以享受这个价格。对于平台有担忧，或者家长对于平台有担忧的观众，也可以放心购买。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有意思的话，不妨点一个免费的赞；觉得有帮助的话，也可以长按点赞以及3连。接下来频道将会带来拯救者 R9000P 以及暗影精灵9锐龙版的评测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。我是麦香的冉咪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